你怎么了？一脸的不高兴。没有啊。你说，要不我搬过来吧？你这么大的别墅，给我一间房子就行。你说什么呢，乔妈妈？我们不是有条件的吗？我不跟你结婚了。我没有要和你结婚呢。那你搬过来干什么？其实，我一个人也常常挺寂寞的。要是能搬到你这里，我就不用半夜急着上公共厕所，非常害怕了。你知道吗？我租的房子只有10几平米，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我每天睡觉前都要想着把身上的卫生打扫干净的事情。最难过的是，当我身上来每个月1次的东西的时候，我都要赶快跑到公共厕所，怕别人把位子给占了。每天我都想着自己能够买菜，做几道自己想吃的菜。你能答应我吗？我住到你们家楼下的储藏室都可以，我就会特别满意的。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啊，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别不高兴，我说的都是真话。万一我要对你有感情了，你再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男人，想搬走，我再反对，那是多尴尬的事情，是不是？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之间还是保持一点距离为好，距离才能产生审美嘛。哎，最近你在网上看没看到网上有很多很刺激的东西？没有。什么美丽的女死囚临行实录，美丽的女死囚临行照片什么的，看过吗？没有。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去过很多次刑场，看过枪毙人，黑洞洞的枪孔，距离脑袋几10厘米。这时候，那个死囚的心理状态那是很复杂的。我们活着的人看到这一幕，那个震撼力比他还要大。监斩官的旗子一挥，砰就是一枪。那个死囚脑袋一歪，躺在地上，脑浆子迸裂。还有没死的，身体还在扭动呢，又是一枪，脑浆子飞出来了都。还有一次，一滴红色的脑浆溅到了我白色的西装上。从那一次，我的灵魂就被震撼了。我就对自己说，千万不能犯罪啊，绝对不能犯罪，绝对不能走上这条可怕的路。我的脑浆绝对不能让别人用枪给打出来，溅到他人的西装上。我要是死，我也得保持个完整的脑子。这些人临上刑场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个死囚的裤腿都要用绳子给绑住？就是怕他们大小便流出来。人死之前是非常奇怪的，都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消化物给排泄出来，就像军人上战场之前一样，都要把自己的消化物排泄出来。这是人体对死亡的一种反应。
现在都是注射执行死刑，让你的呼吸窒息，在昏迷中窒息。不过，现在的处决方式最恐怖的还是枪决，它能让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大脑。哎，不好意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讲这个故事。没事了吧？没事了。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我永远不能犯罪。我已经体会到了那一枪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为了远离这种痛苦，我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法律捍卫者。成功了！回来了，做手术累了吧？我给你做点宵夜吧。怎么了？你的初恋情人离院长的位置越来越近了。他做成了全国第一例电脑异地控制手术，抢救了一个只有3个月的婴儿。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你对李汝君说的那个耻辱是什么？那个耻辱到底是什么？你一定有许多事情瞒着我。你为什么李汝君不敢做洪自强的手术？为什么？你说呀！告诉我，那个耻辱是什么？你说呀你！其实你不告诉我，我相信我也会查出来的。等我查出来了，即使他李汝君当上院长了，我也会把他拉下来。还有你，我会把你们一起绑在耻辱柱上。做噩梦了是不是？谁打你了？你的前夫洪自强？你的秘密还不少呢，你。平平。
谁？你没有看清楚闯入者是谁吧？没有看清楚。哦，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出现在你的周围？没有啊。妈妈，你不说前一阵老有个男人一直到你们电视台给你送玫瑰吗？是不是他呢？哦，是这个人吗？是有这么一个男人，但是我真的没有看清楚。你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吧？他是一个小混混，有一次我们台里的保安抓到过他，了解到他是个混混，所以没有追究。我有个律师想帮我打这种骚扰官司，我一想就算了。哦，这样吧，到你们家里看看好吧？啊，好，请吧。你们家没少什么东西吧？没有，他怎么会有你们家的钥匙？不知道啊。你仔细的想一想，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闯入你们家？还是想不清楚。啊，警察同志啊，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家出现了些怪事。我们住这5年了，从来没发生过。你说什么怪事儿14、15天以前吧，我们家突然出现了30条蛇，整个大楼就我们家有，别人家没有。还有7、8天以前呢，我们家的浴缸里面又出现了40多只老鼠。你说的这个情况没有通知我们呢？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小区的物业和保安调查了，到现在呢还没有个结果。我怀疑是楼上这家的房屋中介有问题。哦，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都会记录在案，还有什么特殊情况吧？基本上就这些了。如果是你们家里没有少什么东西，对方对你和你的家人没有进行人身伤害，所以这个案子构不成刑事案件，顶多是一个治安案件。所长，我刚刚发现一瓶压缩有被松动的痕迹。哦，对了，前几天我这个钥匙基本上打不开这扇门，我儿子说有人来过我们家门口，儿子说好像这个男人在开我们家的门。这个人有你们家的钥匙，进了你们的家，既没有偷盗，对你们又没有人身伤害，这个案子挺蹊跷啊。前天晚上我爱人在医院加班，我累了就早睡了。后来隐约中有人在摸我的身体，我打开灯又没发现人。后来我丈夫回来了，发现家里没丢什么东西也就算了。后来我们睡了以后，我又听见有人在关我们的门，我们追出去一看也没看见这个人。从你反映这个情况看，这个人的注意力在你的身上，因为他每一次进入你家的时候都是你丈夫不在的时间。那很有可能是那个送花的骚扰者。这样吧，我们马上去调查这个人，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这个案子仍然构不上刑事案件。你如果是查到这个人，你可以自诉，法律上是允许的。至于是什么性质的嘛，法院也得靠证据来说话。
我必须解决这个事情，明天就去法院打这个官司。我支持你。喂，于萍萍啊，葛律师，我想请你帮我打这个官司。啊，你终于想通了。不是终于想通了，而是他比以前更加猖狂，简直就肆无忌惮。怎么了？我怀疑，但是我不太清楚他怎么得到我们家钥匙的。我觉得他已经连续的进入我们家2次，就前一阵子那个蛇和老鼠事件，我也觉得是这个人做的恶作剧。这怎么可能呢？警察已经来过了。对了，我儿子在我们家门口见过这个人。那他有什么具体的犯罪行为吗？是这样，于萍萍，既然你聘请我做律师了，我现在呢马上要到你们家去，跟你商量一下这件事情，顺便我看一下现场。好的，您过来吧。好，那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你们家的地址好吗？湖滨东路东海第一医院家属院28号楼1101室。好的，再见。哎，醒了？谁找你打官司啊？你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哎，你怎么没记当事人的地址啊？不用记。那你怎么找到人家家里？啊，我记得住。东海第一医院家属院9号楼1101室，没错。你好像很熟悉当事人的地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有当事人的电话，我要找不到他，我还可以给他打电话。是于萍萍。行了，那个我穿衣服上班去了。你要为于萍萍打官司了？他终于召唤我了。哎，我的舞步有进步吧？应该有进步了。Il mio mistero ci sei me. Il nome mio nessun saprà, no, no, sulla tua bocca lo dirò, quanto la luce sprantala in cielo, in cielo。李维唱今夜无人入睡。是啊，而且唱得挺不错的。葛建斌，我真觉得你有很多秘密，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你梦中在喊什么萍萍？是哪个萍萍啊？不会是于萍萍吧？别跟人瞎说。那你喊的是谁的名字啊？啊，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算是
初恋的女朋友吧。你的秘密真不少。喂，哪位？你怎么还给我来电话？对，不方便。我给你打过去吧。哎，谁的电话呀？他说这就是他家，他忘记带钥匙了，叫我想法把门给打开。我打开门了，他又说了，叫我把锁给卸下来，给他配一把。你就卸了锁？锁是谁装上的？还是他到摊上自己拿的，他自己装的。葛律师，这位呢是我请来的律师，帮助调查这个案子，我要起诉对方。你说的这一切要负法律责任的。没问题。他说这里是他家，你就给他开门了。我们一直要求你们从事修锁和开锁行业的，一定不要被犯罪分子利用。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一天是赚这么几个钱儿，好拥有个生意。难道我说，你把你房产证拿来，这生意早跑了，我们得饿死吗？你还有理了？反正主人家没丢东西。你是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要是犯罪嫌疑人对我委托人进行了人身伤害，你能逃脱法律的责任吗？退一步说，犯罪嫌疑人没有对我委托人造成身体的直接伤害，但是他的闯入已经造成我委托人的精神伤害，你要不要负法律责任？我是于平民女士聘请的律师，我叫葛建斌。据我的初步掌握，对方对我委托人的骚扰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我们要追究他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打这场官司。我们也同意律师的意见，我们现在找不到证据，没有办法立案，我看还是请于萍萍女士自诉吧。对这种骚扰，我们一定要诉讼于法律，才能保证自己的平安。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哎，等一下，我有事情要通知你们。我希望你们派出所出具法律证明。这没问题，我们一定配合。还有你，法院开庭的时候，你要充当证人。我没时间，我还要做生意呢。你有义务出庭作证。你要是不出庭的话，我要追究你的连带责任。什么叫连带责任？就是你没有按照公安局的规定，确认让你开门的这个男人的身份，擅自开锁。虽然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我委托人的身心健康。那我出庭作证就没事了？你必须配合我们。那好，我们先走了，你跟我回派出所。葛律师，萍萍，你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孩子上学，爱人上班了。谢谢您啊，看来律师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你一来，对修锁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是吗？其实，你跟他们谈话和律师跟他们谈话，从角度和分量上，都是不一样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对他们不能手软。你一手软，他们觉得你好欺负。
不是往你家放蛇，就是放老鼠，竟然明目张胆的配钥匙，太胆大包天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听我的，还来得及。葛律师，请坐吧。这件事情我早就应该听您的，现在是搞得我心烦意乱，全家人为了这件事不得安宁。您请坐。你先告诉我，不，你先叙述一遍，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我们先谈一下老鼠跟蛇的事情吧。不，你先说，在床上第一次是怎么发现他的？那天我特别累，睡着以后，好像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腿。摸你的腿？太下作了。继续。后来我睁开眼睛，没有见到这个人。他这么大胆的配你家钥匙，潜藏到你们家，就是为了摸你腿？没有干别的什么吗？别的什么？我需要的是法律证据。如果你能确定他侵犯了你的身体，我们就可以以侮辱妇女罪起诉他。葛律师，他只是摸我的腿。如果我们能进行刑事诉讼，那么我们可以加强对这类骚扰者的打击力度。葛律师，他并没有进一步的行为。你等一下，你让我分析一下这类人的心理状态。他很迷恋你，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因为你气质高贵，因为你美丽。我很想知道你对他的态度。恶心。可是如果假设他对你的追求、跟踪献花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你怎么看呢？这是不可能的。每个最坏的人身上，他都有一点一丝人性闪光的东西；每个最好的人身上，同样也有一点一丝人性丑陋的东西。所以，他一定有真诚的一点。我还是觉得恶心。一点怜悯都没有吗？没有。连1/1000的心都不动。如果他喜欢了你10几年，甚至以后几十年，甚至一生都喜欢你呢？葛律师，我现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也听不懂你说的话。你怎么会让我去同情一个这样的一个骚扰者呢？我觉得感情或者爱情都是2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在那里想，一个人在暗恋，这不叫什么爱情。对我来说，只是觉得恶心，我绝对不能接受，永远不能。好，那还是让我们谈谈法律的细节吧。平平，我终于接近你了。到了你的家里，看到了你的床，看到了你的衣服，看到了你上的卫生间，甚至马桶。我觉得我愉快极了，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甚至连你喝水的杯子，我都要保存，我都要亲吻一下。我知道，那杯子口上仍然留着你的醇香。不，我不是恋物癖，我要的是你这个人，这个我的天使。我知道，
我强烈的感觉到盛大的日子就要到了，就要到了。让我张开双臂，迎接着盛大的日子吧。华世南去什么地方，知道吗？不知道。他早不干了。现在我们企业不太警惕，老板裁员他就走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下流的表现？比如说，偷看女人，喜欢黄色录像之类的。这没有发现。他喜欢讲黄色段子吗？没听他讲过。他有没有追求过女工的事情？没有，看上去是个老实家伙。人啊，知面不知心，谁知道他在外面这么多花花肠子？这就是他在你们企业的情况介绍。太简单了。他在你们企业难道就没受过其他的处分吗？我们是私营企业，主要考虑经济效益。一般的工人表现不好，就让他走人了。哎，你知道他们家地址吗？这有个地址，你找找看看。啊，对了，律师，他犯什么罪了吗？他侵犯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骚扰，有人要起诉他。华世南有这个胆量，我真小看他。他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常常早出晚归的，说是准备挣大钱。儿子，出去吧。赚什么大钱？他没具体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有没有对你说过，他怎么赚大钱？大钱是多少？我对他的话是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出来，没当回事儿。他真的没跟你说过在外面做什么生意吗？他没说，只是把挣大钱的话吊在嘴上，拿回来的都是些小钱。你们经常谈些什么？我不愿意理他，不争气的东西，老婆孩子都养不起。他最近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什么话？他说他要大了。大了？什么大了？他只是说他要大了，搞不清楚。没什么事了吧？没事儿，我去菜场买菜了。我告诉你，我是受他人的委托，也就是说，我是受被他骚扰的女主持人的委托律师，我来了解一下情况。等他回来，你跟他说吧。你告诉他，我来过。你必须清楚，一旦要是法院传唤他，他必须到庭。他要是不到庭的话，法院可能拘传他。什么是拘传？就是派法警押他到法庭上去。我老公不是那种人呢，他不是那种下流的男人呢。那他是怎样的人？他虽然游手好闲了点儿，也不至于去骚扰别人吧？你从来没有发现他这个毛病？没有。很多男人在外面做了事情，全世界人都知道了，老婆是最后知道的，你明白吗？死鬼，不要脸。他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什么事儿？他骚扰女主持人的事情。没有啊。要骚扰就骚扰我好了，你骚扰女主持人干什么？你说你要是有钱，孩子老婆有饭吃，你没有事情做，骚扰人家一下也可以。穷的连锅都揭不开了，骚扰人家当饭吃啊？哎呀，老婆，你干什么你？你干的好事，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你去骚扰女主持人，你死不要脸的，你给我丢人！老婆，你都知道了，你给我站到墙角去！
好，站墙，人家律师都来了，你死不要脸的，你给我站好了。律师，是那个葛建密律师吧？你怎么知道律师的名字的？啊，没事儿，听说是个名律师，主持人都请了米律师了。好啊，你什么都知道，你死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丢人！老婆，你给我丢人！人家让你拿精神赔偿，我看拿什么赔？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大什么大？给你骚扰你！老子马上就大了，你还敢打大了的人啊？谭大营，我们已经等待了你好几天了。我们广大的听众和我们一样，都在为你着急。你的父母亲也特意从家乡打来了电话。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情况：你的母亲知道你出事以后，也急出了病。我们东海电台法治热线将做一期新的特别节目，就是去你的家乡看望你的父母亲。我们希望你能收听到这个特别节目。快回来！快回来！怎么？你要出去？去大连的旅社？对，有一个犯罪嫌疑人需要帮助。官司呢？我去的时间不长，这样吧，葛律师，你可以向法院递交诉状。好。关于这个花生男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这个人是去年从一家私营的肉联厂下来岗，一直没有工作，在社会上一直打散工。我已经警告他，法院一旦传唤他，他必须到庭。哎，对不起啊。喂，啊，任意啊，葛律师，稍等一会儿。我刚刚听了你的节目，说你要出去，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回来。你出去前我们见一面吧，我很想你，我很想和你来一段激情的探戈。真的，我都害怕了，我怕我离不开你。我们见面吧。没时间了，等我回来吧。回来我给你打电话。听说你又被骚扰了，我挺担心的。没事了，我马上要跟他打官司，这一次一定要把这个骚扰者送上法庭。好，就这样吧，回来见。不好意思，葛律师您继续。这个案子进程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先进行刑事自诉，一旦骚扰成立，我们就可以把对方送进监狱，至少要判了个缓刑，限制他的自由。从此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有人会骚扰你了。那太感谢了，葛律师非常高兴我们这次合作啊。真的？啊，葛律师，就按您说的办。时间不早了，我要赶回去收拾行李，明天要出发呢。一起共进午餐吧。没时间了，下次吧。于萍萍，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一句。您说。你对我这个人感觉怎么样？什么意思啊？啊，没什么，没什么。那好，下次见，再见。早点回去吧，有个星期就回来了。好。乘坐7381次航班的旅客。你认识他们？哦，不认识，我好像觉得在哪儿见过。
好像是跳国标那对儿吧？哦，对，是他们。好，路上小心点，经常打电话啊。妈妈，早去早回啊。听爸爸话啊。李大夫，我们该走了。好好好，差点时间差不多了哈。好，再见啊。走了，拜拜，宝贝。好，再见。拜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人家郑州那边一直说要跟我合办一个联谊舞蹈学校，我这次去主要是看一看他们的资金情况，还有场地情况，也就1个星期吧，放心。那你早去早回，不然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会寂寞。我知道了，亲爱的。我去一趟洗手间啊。干什么呀？我想你。你，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我是去工作，你捣什么乱呢？白天可以工作，晚上我们可以见面。你放心，电台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不会影响你工作。那你得小心啊。爸爸，这个姐姐好亮啊！上车。这里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特别节目，我们节目组已经经过了2个半小时的飞机和1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已经快到旅顺了。我们现在离谭大营的家乡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在想对谭大营说的是，我们马上就要见到你的父母，你是否想跟你父母说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等待你2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再继续等下去，但是你的父母已经不能再等待了。大主持人，我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那个从东海跟我们一块上飞机的帅哥，怎么还在我们去旅顺的车上呀？帅哥？哪个帅哥呀？就那个，很帅、很阳光的那个。他好像是跳舞的吧？你说他去旅顺干什么呀？那你去问问他吧。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你认识他？我觉得吧，如果你没有男朋友，他你可以考虑一下。我有啦。有了也没关系啊，可以再选择嘛，反正没有结婚。我好像真的见过他，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哎，他挺帅的哈。
明天一早啊，我们就到谭达颖的家乡。明天一整天都在他的家里，用情感催泪。现在是比韧劲儿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于萍萍的忠实听众，到时候他一定会守候在收音机旁，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喂，找谁？你好，我找于萍萍，我是从东海打来的。你的？东海的电话？啊，对不起。喂，哪位？我在405房间，我等你。我的口号是，姐，把爱给我。啊，我知道了。这样吧，我回去打电话给你联络。回东海以后吧。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回去休息，明天早上6点出发。胆真大，那是因为我爱你。赶快带我跳一圈，脚都痒死了。你给谁打电话呢？你说于萍萍不在房间，她能够去哪儿？哎，人家睡了，说不定把电话拔了呢。小姐您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从东海来的那个客人，他住在哪个房间？你们不都是从东海来的吗？请问你要查哪一位？他也是从东海来的，不过不是和我们一块儿的。请问客人贵姓？对不起，不能查。就是那个高高的、很帅、很阳光的那个男孩。你想干什么呀？没事儿。对不起，不能查。喂，你的粉丝想你了，睡了吗？哎呀，你没事打什么电话呀？浪费。我们不是准备攒钱买房子的吗？可是我想你了。哎呀，行了，你替我省点钱吧啊，挂了。半夜3更不睡觉，怎么不开灯啊？没事儿，睡不着。还在想你那个道德热线呢？什么也没想。
等于萍萍退居2线了，你的道德热线就开播了。用得了那么久吗？睡吧。哪位？是我。偶像哈？你不是刚刚骂完我叫我省钱，你怎么自己打过来了？是不是不放心查岗呢？哎，你别废话了，听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发现于萍萍有问题，一个很重大、很神秘，而且很致命的问题。你就不要吓我了好吗？你就省点钱吧，我们还要买房呢。再说，人家于萍萍这么好的女人，能有什么神秘、重大、致命的问题？好你个头啊！好你跟他搞破鞋啊，然后让我抓获，我就告到台里去，这样就能把于萍萍弄下来了，我就可以当上主持人了。偶像，你这么智慧的女人，怎么能说出这么不智慧的话来？我让你气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于萍萍她绝对有问题。有个男孩子，而且是个帅哥，25、26岁的样子。他今天从东海机场一直跟我们到旅顺，而且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因为帅，所以我注意他了。你想红杏出墙，干什么向我汇报？你弱智啊！我这是在找于萍萍的软肋。唉，刚才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声音把电话打进了他的房间，正好是我接的电话。因为是个男的声音，所以我特别留了个心眼儿。这个于萍萍，表面上说没有事件，可是刚才我给他房间打电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接。我敢肯定，他是出去和那个帅哥约会了。男盗女娼嘛，表面上正人君子，背地里不知道干什么呢。不过也是，现在正流行搞什么姐弟恋，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于萍萍在外面养了只鸭子。他即便这样做，那也很人性啊！你管人家干什么？你胳膊肘朝什么地方拐呢？想不想住上自己的房子了？我要是不这样拼命，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栏目？什么时候才能当上主持人？什么时候才能有更高的收入呀？行了，不和你说了，不浪费电话费了，挂了啊。哦，你等一下。怎么了？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帅哥好像就是给于萍萍买化妆品的那个。对了，就是他，我当时没有特别注意，肯定就是他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慎重，不能乱来，这可是关系到人家于萍萍的名誉问题。如果没有这回事儿，你是要吃官司的。你看看那个花沈南，不就是已经被于萍萍起诉了吗？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找到于萍萍软肋的。拜拜，挂了。各位听众，我们东海电台法治热线节目组已经来到了谭大营的家乡，我们马上就要采访谭大营的父母。
叔大妈，你们好，我们是从东海来的。我知道，谢谢你们对我儿子的关心。大妈，我们听说您病了，特意从旅顺请来了医生。我们没有钱上城里的医院看病，谢谢你们请来了医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谭大姨，你现在听到了吗？医生正在为你的母亲检查，但是医生说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问题不大。现在我们请你的母亲说几句。孩子，我这病不重，是心急，想我儿生活。孩子，你看看人家电台同志对你多关心，这么远来到我家里，从市里专门请来了医生给我看病。你发了发，我们都不怪你，我们没有把你管教好。电台的同志说的对，你现在向政府自首了。有一天，我们娘俩还能够见面。要是你不向政府自首，我和你爸爸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儿啊，妈妈想你呀。大颖，就听你爸爸妈妈一句话吧啊！这么多的人都在等着你呢。这么晚，12点了，怎么还没有谭大营的消息啊？要是谭大营不出来自首，要是他自杀了，那我们这次特别节目不就失败了吗？哎，杨春雨，怎么乌鸦嘴呢？要相信于萍萍的魅力。有那么简单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请你吃饭。不用了，我今天太累了。谭大营没有消息，大家心情都不好，我干脆算了吧。你过来吧。我心情不好，想睡觉。姐，给我爱。你呀，还是不懂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么爱你。要不，我去你那儿。我告诉你不行。我给你跳支舞吧。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干什么呀？浪费电话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东海人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呢。那个杀人犯谭大营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这里也一直在等待呢。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睡觉。你在干什么呢？这么鬼鬼祟祟的。我在蹲坑守候。在干什么？我在宾馆的走廊监视于萍萍呢。今天晚上就会有结果了，你等着吧。要真有这么回事儿，等回到东海，我就向台办公室匿名投诉，接着我的道德热线就会上马了。偶像，你不能这么自我诋毁啊！我一直崇拜你的思想，你这样让我很难受。你怎么把自己搞成一个小人了？你真是不懂事儿。我这样做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
你想想，一个金牌的主持人，一方面在社会上拥有正义的面孔，一方面在私下里看着见不得阳光的事。我要是把这件事情戳穿，这不是为了维护正义吗？行了，挂了。谭大营自首了！谭大营自首了！谭大营自首了！太好了！谭大营自首了！太好了！太好了！自首了！我刚刚接到台里的电话，台里说，公安局已经通知台里谭大营自首了。公安局和台里的同志们还要给你和我们的栏目庆功啊！我们的法治热线现在是东海的王牌节目了。是，我看呢，同志们今天好好回去休息休息，明天放假一天，咱们把大连的风情、老虎滩呐、棒槌岛啊，都好好看一看，好不好？好。主持人，吃早饭了。起来了吗？你好，有事儿吗？您帮我敲一下门吧，他该吃早饭了。没人吧？你帮我打开看看吧。怎么才早上8点人就不见了？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这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因为谭大营终于自首了，我们又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你可真有爱心，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充满物质意味的社会里，你还能把拯救他人灵魂这样的工作看得这么崇高，很不容易啊。干一件事情呢，就要干得最好，让所有人都心动。那我的心也动了。你心要是不动，你就死了。婷婷，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你又来了。我有家了，我要承担教育我儿子的义务。但是我爱你啊。你很年轻，你不懂爱。我懂，我就是每天都想着你，我要永远爱你。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在内疚，每天都在谴责我自己。
为什么要内疚？为什么要谴责你自己？我觉得我背叛了我的丈夫，背叛了我的家庭。人就是这样矛盾的。你不爱我？这很难讲，很复杂。我爱，可是我身上还有很多责任，社会责任。但是你现在幸福吗？我现在很幸福啊，特别是今天。喂，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机场找着那个年轻的帅哥，可惜没找到。唉，我知道这次让于平平逃过了，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我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肯定会成功的。我有个直感，今年我的道德热线一定会代替于平平的法治热线。同样，我也会代替于平平，成为东海最热门的主持人。来，大家喝一杯。我来喝一杯。谢谢，小东西。没去。来，请。是，你吃亏了。哎，谢谢啊，谢谢。来，拿酒。来，谢谢。请随意。谢谢大没关系的，真替你高兴。这次啊，没想到谭大营第2天就自首了。我们打算1个星期到10天呢。还是于老师的节目有感染力。妈妈，你现在成了东海甚至全国的热点人物了，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崇拜你呢。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来，干一杯吧。随意啊，别客气。平平，我们的官司我已经准备好了，今日就要开庭了。葛律师，待会儿再谈这事儿。好。来，为了祝贺小军的妈妈胜利归来，咱们干一杯，好不好？好，来，干杯啊！来，谢谢大家啊。来。这次于老师主持的节目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一下子就掀起了我们东海第一医院的一个收听高潮，许多病人都偷偷的把半导体带进病房了，嘿，我们医护人员都来不及收了。来，祝贺你啊！葛叔叔，什么？玩游戏呢？不，我在等人。等人？等什么人呢？我在 QQ 里等人。哦，原来你是在网上跟什么人聊天呢？对。跟谁聊天呢？能不能跟叔叔说一说，都聊什么呢？没有什么，一个比我大3岁的姐姐。是吗？她不在网，而且也没有给我留言。小军，你太小，最好别上网。我爸爸妈妈平常都很忙，有时候我很孤独，我希望有朋友。芙蓉妹妹，
这个名字挺好听啊。网上现在有个芙蓉姐姐很有名啊，你又交上个芙蓉妹妹的女朋友，我不高兴。怎么了？芙蓉妹妹她不和我进行语音聊天，我想听听她的声音。本来我还想和她视频，可她连语音都不愿意。小军，这网上可什么人都有啊。我相信她一定是个美丽的姐姐。好，就是不要耽误学习啊。小军又上网了？孩子上网早好，可以掌握现代科学和大量的信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掌握信息的人将成为成功的人。美国人为什么现代化程度高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电脑教育是从儿童时代抓起的，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会操作电脑。但是我刚才跟小军说，上网太多会影响学习的。所以啊，我们夫妻严格的说是不反对小军上网的。开放管理要比禁止管理好。如果我们不让他上网，说不定还偷着去网吧呢。对。小军，你已经加了这么多好友了。芙蓉妹妹，芙蓉妹妹是什么人啊？妈妈，她比我大3岁，我们常常互相交流学习的经验呢。而且芙蓉妹妹她可关心我了，我通过芙蓉妹妹长了很多社会知识。葛律师，刚才你说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其实我一直不想打这个官司，因为我现在是媒体注意的对象，我一直不想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平平，你一定要打这场官司，因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是更多妇女同志遇到的问题。像你这样遇到骚扰现象，在全国是很普遍的。打成了，对保护妇女的权益、健全中国的法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的。你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上，来理解、来看待这场官司的意义。如君，你说这官司我必须得打吗？我同意葛律师的看法，葛律师说的非常准确，非常好。对这样的骚扰者呀，我们是不能心慈手软的。那好，可是我希望我不要出庭，一切由葛律师来代理。从法律上讲，你不出庭可以，但是我希望你站在法庭上，让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个反抗者，和一个坚决捍卫女性权益的勇敢者。葛律师说得很好，你要打，就必须出庭。那好吧，我出庭。平平，你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男人？奇怪，他居然敢出庭！这是法律对他的震慑。我已经通知他家属，根据现在的法律解释，他最少要判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他认罪伏法的话，法庭会从宽处理他。东海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关于于萍萍诉花市男骚扰一案现在开庭。现在由原告代理人宣读原告于萍萍自诉书。
尊敬的法官，我是于萍萍一案的律师葛建斌，现在由我来宣读原告于萍萍的自诉书。于萍萍是东海电台法治热线的主持人。今年7月以来，被告花舍男一直给于萍萍送玫瑰花。最初，于萍萍是以为哪个热心的听众，就没有在意。在于萍萍第4次接到玫瑰花后，于萍萍发现玫瑰花里夹有纸条，纸条上写着“爱你、想你、思念你”。引起了我委托人于萍萍的警觉，从此于萍萍拒绝了被告花舍男的玫瑰，但是被告花舍男仍然没有放弃送玫瑰花的这一行为。后来，于萍萍经过单位同志婉转地转达了于萍萍拒绝他玫瑰花的意思，但是被告花舍男仍然执迷不悟，继续送玫瑰花，甚至有一次。于萍萍从电台开车出来，花舍男追逐着于萍萍的车，把玫瑰花摔到了于萍萍车窗玻璃上。今年的8月份以来，被告花舍男更加变本加厉，他居然大胆地找到了于萍萍家小区附近的一个修锁的人，借口是他忘带了钥匙，配了我委托人家于萍萍的大门钥匙，并且2次闯入于萍萍的家里，对于萍萍进行骚扰。还有未查证的几件事件，就是在今年的8月17日和8月25日，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里出现了2次异常事件。第一次出现了30条菜蛇，第二次于萍萍家的卫生间里的浴缸里出现了40几只老鼠。据我们的初步调查，被告花舍男曾经借口租住于萍萍楼上的一套空房，而实地去考察过，所以我们有权利怀疑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里出现的这另外的2件异常事件是被告花舍男所为。综上所述，自从被告花舍男骚扰我委托人于萍萍以来，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已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的委托人于萍萍的家庭生活和正常的工作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告花舍男自诉。现在，我要求法庭制止，并且根据有关法律来惩处被告花舍男这种侵犯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骚扰纠缠的行为。自诉人于萍萍，代理人葛建斌，2006年9月11日。下面进入法庭调查阶段。花舍男，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于萍萍女士？我是她的听众，我喜欢她、迷恋她是正常的。她是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因为她是公众人物，属于社会，怎么了？属于社会，你就可以随便骚扰吗？你为什么要配他们家钥匙？因为我想见到她呀。你这是多么无耻的行为！你想见到某人，你就可以配别人家的钥匙吗？你知不知道，公众人物也跟普通人一样，享有着自己的隐私权。你知不知道私配他人的房屋钥匙，这是对一个公民合法居住权的侵犯？被告花舍男，你私配我委托人家的钥匙，到我委托人家，你都干了些什么？据我委托人说，你摸过他的身体，你干过没有？被告花舍男，我的委托人于萍萍家出现过2次异常事件，蛇和老鼠的出现，是不是你所为？只要你敢承认，法庭会从宽处理。你不承认？好，我有证人。
审判长，我已经没有疑问了。现在我以原告律师的身份，请求法庭传讯有关证人，以证明被告花婶男的不法行为。同意原告请求。现在传1号证人，就是这个人。他曾经多次到我们东海电台送玫瑰花，说是送给于萍萍女士的。我们保安多次阻止他，可是他还继续送。就是这个人，他曾经送玫瑰花给我们单位的于萍萍女士，并且纠缠于萍萍。我们拦住了他，并问过他是哪个单位的。是他，就是他。半个月前那一天呢，他到我秀所摊位上找我，他说忘带钥匙了，叫我替他开锁。我当时就回绝他了。我问他你有证件吗？他说忘带了。他又说多给我加钱。当时我脑袋发昏了，我就给他开了锁了。确实我不知道开的锁是不是他家的。以往来找我修锁的都是外地人，这我也有问题。工商部门也把我的营业执照也给吊销了。审判长，我是东海金城房屋中介的法律顾问，我叫王宝华。因我公司职员张小娥已调往外省，不能出庭作证，公司特指定我出庭作证。1个月以前的一天，被告花婶男说要承租东海第一医院的家属小区的房子。我公司职员张小娥带他去看了房子，他看好房子以后，突然间提出因结构和维修费用的问题，拒绝了我们这套房子。10天内，楼下的住户就发生了蛇和老鼠的事件，租户就收回了我们的委托及房屋门的钥匙。这是张小娥的书面证明。尊敬的法官，尊敬的陪审员，这么多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在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文明程度十分不相称的行为。大量的性骚扰的出现，大量黄色短信出现，大量的纠缠他人行为的出现，都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在这里，于萍萍女士自诉被告花婶男骚扰一案的开庭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法律在向被凌辱者、被纠缠者、被骚扰者伸出正义之手。在这里，我代表原告向法庭表示感谢。我最后的话是，通过法庭调查，大量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被告花婶男侵犯他人隐私、纠缠他人，行为十分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为了严肃社会法纪，为了保障更多妇女和他人的隐私，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有个安定团结的气氛，我建议法庭依法从重从严惩处被告花婶男这种不法行为，给这类不法行为一个警示。书记，注意法庭纪律。我的话说完了。现在休庭，法庭将择日宣判。